天呢，我跟大家聊一下如何选择美国的代孕机构。当你有了一个想法，想通过代孕的方式要自己的宝宝的时候呢，那你可能呢，首先要想，我要去找一个能够做这件事情的机构，代孕机构。那无论你是在美国本土，还是在中国，或者是全球其他的国家，无论如何都觉得这是一项复杂的事情。那么如何找到一个相对来讲比较靠谱的机构呢？那么首先呢，我跟大家讲一下，在美国想去成立一个代孕公司，其实呢并不是需要一个所谓的执照和 license 的，也是没有专门用于代孕的一个 license， 它跟医疗诊所是不一样的。当然呢，像纽约州的话呢，它可能需要一个特别的一个注册的流程，但是大部分州呢其实是只要注册一个 business 就可以了，这也就使得其实做代孕的门槛没有那么高。第二点呢，就是美国的代孕机构就算是规模再大，它所能容纳的每年容纳的这个代孕的 case 量呢是有限的，可能最多的200、300就够了。因为如果你要把每一个 case 做得非常的用心的话，这个量做得特别大的话，其实就很难保证质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其实没有所谓的特别大型的代孕机构，因为本身呢，这个每一个 case 的花的时间和周期呢都是非常长的。那么其实您可以同时呢找1到多家的机构呢进行比较，看哪一家呢有合适您的代孕资源。那么具体来讲，怎么来评价和比较代孕机构，最终做出选择呢？您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来看。最关键的就是代孕的资源。我觉得个人来讲的话，这件事情的成功呢，可能有50%的几率是来自于代孕机构是否靠谱，那50%的几率呢，其实是代孕妈妈是否靠谱。所以这一点上的话呢，就要看这个公司所提供给您的代孕妈妈的资源是否好。但是这里面有一个技巧，就是当您去选择代孕妈妈的时候，或者您联系了一个代孕机构，如果他只是给您看了一些 profile， 这并不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呢？因为有的公司可能这个孕母填了表格就可以认为可以给客户看了，但是他其实很多前期的工作并没有做。相反呢，有一些机构呢，可能把孕母的很多的背景调查、医疗记录审核呀，很多这方面的考核都已经完成了，他才会 make 这个孕母 available。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跟这样的机构合作，相对来讲呢，您会更省心、更省力，也有更小的这样的一个风险。那么代孕母的资源多一点的话，那么这个中介如果一旦比如说孕母她没有通过体检啊，或者是子宫内膜不达标啊，她还有新的孕母呢进行给您匹配，等候的时间不会太久，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就算是您跟联系中介，一家中介可能给了你20-30个资料，而另一家中介只能给你5-6份资料，但是这个资料所背后所代表的这个质量不同的时候，它的其实对您的来讲的话，您的风险是不一样的。在这一点上呢，你还要下功夫呢，多考察一下，尽量避免这个合作中介机构它没有任何的这个孕母的前期的完整调查的情况下，就来选择跟这样的机构进行合作。那么在这一点上来说的话呢，其实相对于孕母来讲，或者一个中介机构能承担的这样的 case 量来讲，客户经常会是多于孕母的。那么你们可能会听到有的时候会有一个 waiting list 啊，等候期啊等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建议大家呢多联系几个代孕机构，不要只考察一个代孕机构，多比较一下。在这个过程中呢，就像我说的，50%呢是孕母，50%呢是中介。所以呢，你可能挑出3-5个或者2-3个你觉得不错的代孕中介，来看看各家的这个代孕母的情况。如果有合适的代孕母呢，你就尽快匹配。其实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strategy 一个策略。那么第二点呢，就是选择一个代孕机构呢，要看这个代孕机构的经验和它的团队组成。代孕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因为它要涉及到医疗啊，涉及到法律啊，又是很大的一笔钱，所以呢，很多的这种财务的管理的各个方面。如果这个机构呢已经运作了很多年，那么它也有很多成功的案例，这就说明呢，它已经积累了很多的经验，行业里的很多的知识啊，法律的一些法规啊，都已经知情了、了解了。尤其是比如说我们说在这行业里面，无论他是招募孕母的人呢，还是筛选孕母的人呢，还是我们客服服务的人呢，他们的经验多的时候，他可能能够在某些方面呢，能够帮你去更合理的省些一些费用啊，更好的去帮你维护孕母跟您之间的这些关系啊，这些呢都会在您最终的时候呢会受益的。那这样的情况下呢，也是最大的程度的来降低您的风险。那至少呢，您不用把自己的这种情况放给别人呢去进行试错。那么团队组成也很重要，因为有一些机构可能它比较小，那么这个时候呢，万一1个人、2个人，他万一比如说家里面有特殊情况不 available，那么这个时候是否有一个整个的一个团队能够互相的去 cover，
你的这个任务是很重要的。那么更大型的一些机构呢，它可能有服务客户的人员，它可能有服务韵母的人员，它可能有专门的财务人员。在这个情况下呢，大家呢就是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有一个我们叫做 backup，它有一个管理的这样的一个层级。这样的话呢，总会有人呢 second pair of eyes 来帮助您的这个 case 能够顺利的进行。那么第3点呢，就是有的时候呢，大家可能会看你是不是有办公室啊？你是不是全美都有办公室啊？其实代孕实际情况下来讲的话呢，大部分的代孕机构和代孕母之间很难是非常 local 的，也就是我很难在我的办公室的，比如说2小时的车程内说我的所有的孕母都来自于这里，因为孕母本身是一个非常非常稀缺的资源。那我们的孕母可能会在加州，我们的孕母也可能会在西部州，甚至有一些东部州，这就使得我们的同事呢可能也在不同的州。不过真正的一个 physical 的物理的一个办公室是需要的，因为这样的话呢，大家会心里觉得很踏实。但是呢，没有必要非得看到一个中介机构，它可能在很多地方都有办公室，未必它在这个地方就确切的有办公室，可能它只是那个地方有一个员工而已。所以这个距离或者它的办公室是否全美都有，这个不一定是它真正考察的一个标准和因素。那么选择一个代孕机构的话呢，你还要看到这个代孕机构它的合作的这个服务条款是如何的，这个呢是真正关系到你的切身利益的。比如说中介机构什么时候付款，前期要付多少钱，后期要付多少钱，那么这个合同条款里面包括多长时间的服务，那么这个合同条款里面包括最重要的一点，就我们叫做 rematch， 就是重新选择孕母的时候，它的条款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说，在什么情况下这种服务的 rematch 是免费的，什么情况下是收一定费用的，在一个公平、公正、平等的这样的一个范围框架内就可以了。我们有的时候说中介费特别低，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因为最低的不一定保证呢有非常好的服务，在一个适当的一个范围内，那么在条款上呢，对您也有一定的保证，对中介呢也有一定的保护，这样的话呢，能够保证这个周期呢稳定的进行下去就可以了。那么最后一点呢，大家在选择这个代孕机构的时候呢，可能会在网上去做一些搜索，比如说网上的一些评价呀，其他的这个朋友的一些推荐呢，或者是一些社交媒体啊等等。那我在这个地方呢有几个小建议。第一个呢，我觉得大家去看一个公司的网站，它的社交媒体是很有价值的。现在的社交媒体呢是很发达的。其实大家呢可以到各个公司的社交媒体上看一下他们真正实际上每天所做的这些事情，它的 activity， 它的孕母的这个情况，帮助你来了解这个团队。你还可以了解这个公司的文化，这个公司的团队组成。那么第二呢，看到网上的一些 review 呢也是很有价值的，毕竟呢是大家的一些真实的分享。不过看待 review 呢，我觉得要客观的评价，因为有些情况下的 review 往往是一些特殊情况下的自己的 emotional 的一些表达。比如像我们有一些 review 可能是我们的孕母给我们写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单单是因为我们要严格的按照合同进行执行，而让某些孕母不快等等。那么这个只是举一个例子，所以看待 review 的时候呢，要比较公正公平的看待 review 就好了。那么第3点的话呢，我们就说我们可能会在做网上搜索的时候，你会看到比如说美国top 10、top 8 best 代孕和捐卵中介。这一点呢，我跟大家讲的话呢，这个是纯的市场营销手段，因为在美国没有这样的一个行业标准来去评价谁是 top 8或者是 top 10。你说我们是靠它的案例的数量啊，还是按照它的成功率啊，还是客户满意度啊？其实没有这样的一个行业标准进行去评价。甚至我看到有些机构在年初的时候就把自己评为 top 10、top 8，或者有一些机构呢，marketing 的机构会 approach 我们说，你要是付钱的话，你就被加到了这个 top 10里面。其实这些呢，不是特别具有参考价值的。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网上的一些信息里面呢，可能会有一些信息会让您觉得，不能说危言耸听吧，可能会故意的去强调一些风险或加大一些风险，让大家觉得这个里面可能有很多的坑。其实现在的阶段，正规的代孕公司都尽量的会把信息呢变得更加公开、更加透明。那么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更好的让客户能够放心代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不是代表着怀孕的过程中或代孕的过程中没有风险，一帆顺利的。但是呢，也不需要特别的盲目的相信一些很多陷阱啊，或者是很多坑啊。至少如果你找到了正规的代孕公司的话，大家都是非常的按照标准进行执行的。那么最后呢，我想跟大家说呢，如果您关于代孕呢有任何的问题呢，欢迎联系我们。
如果有任何的我们能提供的信息能够帮助您的呢，都可以联系我们。您最终呢不选择我们机构来进行合作都没有关系的，因为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就是需要大家互相帮助的。那么也祝您呢有一个非常顺利的代孕之旅。